糟了！见此一幕，温雪脸色巨变。没想到介天染身旁那个老妖物出手之后，竟让那红色巨兽得到了蜕变。这样一来，莫说楚风拦不住他们的离开，现在反而要担心他与楚风能不能顺利离开了。滋啦啦！然而，只见楚风法诀变化，竟又有更多的雷霆树枝向那只雷霆巨兽攻了过去。只不过这次是以围攻之势，虽然靠近之后的雷霆树枝都会被红色巨兽的利爪直接斩碎，无法造成后续威胁，可此刻那棵大树的树枝却仿佛能够无限再生一般，连绵不绝地生长而出，向介天染的方向攻去。楚风师弟，你……温雪看向楚风，面色复杂。那树会有如此强的再生能力，是与楚风的催动息息相关。这从楚风此刻的意识体就看得出来，楚风的意识体正在减弱，正必然是楚风催动大树而付出的代价。可温雪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劝楚风。怎么劝呢？束手就擒，那红色巨兽会直接将楚风的意识击溃，还不如放手一搏。临死之前的挣扎吗？介天然冷然一笑，也是觉得楚风这种燃命的打法根本持续不了多久，不过是拖延时间。虽然就算彻底消散，也只是进入此地的一时消散，对楚风本体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伤害。但一时若是彻底消除，那么楚风也就等于失败。就算能够重新凝聚意识进入岩洞，可也要从头开始，进度上也将慢于介天然。但很快他便笑不出来了，他发现低估了楚风。楚风的意识虽然摇摇欲坠，看上去随时都会消失，可偏偏就是不消失。但楚风的意识不消失，可世界崩塌的速度却并未停止。眼见如此，介天然与身旁那位一同驾驭着红色巨兽向结界门的方向飞掠而去，是不想与楚风耗下去，打算直接离开。可楚风却是早有准备，大树延伸出的树枝更多，只不过这一次一边阻止介天染前行，一边加强对那结界门的封堵。尽管红色巨兽的利爪挥动下，树枝碎片如暴雨般漫天飞舞，可楚风的全力催动下，那结界门封堵的速度却也不慢。正常来说，以红色巨兽的力量，就算楚风一时不灭，可封堵速度也是慢于红色巨兽的拆解速度。红色巨兽迟早是能将那雷霆树枝的封堵彻底拆除的，可问题就是世界崩塌的速度太快，他没有这个时间耗。介天然，算了，还他吧，后面岩洞再定胜负也不迟。介天染身旁那位劝道，再妥协，他还真以为老夫怕了他，大不了就重头开始，最不济这里的东西不要了，老夫又不缺这一点。但这一次介天染却倔强了起来，连那老妖物的话都不听，大有死磕到底的架势。楚风师弟，算了算了，你这败类外公不是人，他简直就是一条疯狗，你何必与他置气？狗咬你了一口，你还能咬狗一口不成？别忘了咱们为什么来到这里，就让他走吧，吃点亏就吃点亏了。见状，温雪也是赶忙劝阻起楚风。楚风不语，但那倔强的脸庞已是说明了他的态度。楚风师弟，你不为自己，你就当为师姐我行不行？你不是还欠我人情吗？你不是知道我想要这里的东西吗？那这个人情你还不还了？无奈之下，温雪只得将自己之前救楚风的事情抬出来。此话一出，果然奏效。楚风竟面露迟疑，旋即竟真的将封锁结界门的树枝收了回来。呵，介天染轻蔑一笑，沙漠世界丢掉的面子，这里他终于找回来了。于是便直接驾驭着红色巨兽离开。至于楚风，自然也是与温雪离开，且因为楚风对大树掌握的变强，那大树变小的速度也快了许多。回到岩洞世界，楚风捏动法诀，很快薄弱的意识便得以恢复。楚风师弟不错哦，挺给师姐我面子的嘛。温雪看着楚风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毕竟楚风刚刚是打算与其外公死磕到底的，是温雪抬出自己的面子，楚风才妥协。师姐在我这里自然有面子，只是师姐，那老妖物都帮介天染了，你刚刚怎么就知道看热闹，也不帮帮我？楚风问。师弟，我当然想帮你啊，
可师姐我没办法。温雪一脸委屈：“你没有获取血脉力量吗？”楚风问：“我获取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失败了。”温雪道：“真的？”楚风面露狐疑：“真的，我还能骗你吗？”温雪一脸坚定：“行，那咱继续。”楚风虽然因为温雪妥协了，可他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依旧斗志满满。好呀，那接下来去哪个？温雪问。虽说楚风之前说过，他们只需要依次踏入4个岩洞即可，但这里的岩洞其实很多，他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一个的。若是走错了，可就功亏一篑了。去你最想去的。楚风道。终于到了吗？闻言，温雪大喜，毕竟他来这里为的就是那个东西，于是率先踏入了那座岩洞之中。见状，楚风紧随其后。穿过岩洞，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个春意盎然的丛林世界。这片丛林内最矮的树木也有几十米，高达1000米的、几千米的树木更是数不胜数。于这丛林之中，楚风和温雪就如同来到了小人国一般。尤其在他们只是一时进入此地，修为尽失的情况下，这种感觉更为强烈。这丛林世界非常大，比之前的2个世界更大，且这座丛林世界内蕴含着诸多生物的气息，甚至还能够听到虫鸣，只不过那不是简单的虫鸣，宛如猛兽一般。很显然，这里不再像之前的2个世界就完全是阵法所化，这里是有生灵的。不过最主要的是，他们没有再看到戒天染以及跟着戒天染的老妖物。可戒天染深知占得先机的道理，必然会第一时间进入这里。那么只有一个可能，他们这次总算是没有与戒天染传送到相同的地方。楚风师弟，我感受到了，快随我来。温雪则是拉着楚风向一个方向狂奔，他非常激动，一直在笑，一路上嘴巴都没合上过，看得出来是真的开心。但也正常，毕竟他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楚风也很好奇，温雪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这丛林内错综复杂，好在温雪能感受到他想要之物的位置。尽管他们如今速度有所提升，但比之拥有修为时还是差了108000里。之前瞬息便可跨越的距离，如今显得格外漫长。楚风师弟，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挺好的？温雪拉着楚风的袖子，一边在丛林狂奔，一边对楚风问道。什么感觉？楚风不解。就是丧失修为后弱小的感觉啊，这种感觉难道不会让你更加珍惜修为吗？温雪道。我一直都很珍惜啊。楚风道。闻言，温雪叹了口气哀，楚风师弟，你真是奇怪。哪里奇怪？楚风问。有时候和你聊天觉得你很有趣，有时候和你聊天又觉得很无语。温雪道。因为我这个人很有正事，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喜欢闲聊。楚风说道。行，知道了，我闭嘴。温雪道。楚风笑了笑，虽然认识温雪也蛮久了，但其实对温雪始终不太了解。如今这次接触，倒是让他对温雪更了解了一些。虽说温雪小辈的躯壳内实则住着一个老妖物级别的灵魂，这种历练下，他装单纯会很假，但温雪的性格其实蛮可爱的。就这样，温雪拉着楚风在丛林之中狂奔，足足跑了1个时辰后，丛林前方变得越发明亮。忽然，前方豁然开朗，竟是一片隐于丛林中的湖泊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，而湖泊之中有着一朵白色的莲花，莲花高达1000米，通体白色，散发淡淡光芒，美丽宛如艺术品一般，一看就非凡物。但莲花其实是透明的，因此能够看到莲花之中有一条长达1米的虫子，虽是虫子，但却非常漂亮，正在沉睡状态。楚风师弟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想要的，能帮我拿到吗？温雪抓着楚风的衣袖，指向莲花。她长得本就稚嫩，再加上撒娇的模样，就好像一个小女孩看到了喜欢的东西一般。但她很聪明，她能感受到那朵莲花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的凶险。师姐想要的是那虫子，还是莲花？楚风问。
莲花。温雪道：其实这个世界需要做的是获取蛊虫，而莲花内的那条就是蛊虫，且这条蛊虫品质很好。既然师姐需要莲花，那就要它了。事成之后，莲花归你，蛊虫归我。楚风道：所以楚风师弟真的有办法？温雪眼睛变得明亮起来。当然，看我的吧。楚风话落，将手中的大树放下，大树快速生长，旋即树枝延伸而出，直接向那莲花发动攻势。嗡！然而雷霆树枝刚刚靠近，莲花的光芒大盛，那光芒只在莲花四周，但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靠近光芒的雷霆树枝直接化作气焰散去。不过对此，楚风却早有准备，借助雷霆树枝无限重生的手段，源源不断的发动攻势。楚风师弟，你撑得住吗？温雪有些担心，因为楚风施展这种手段，自己的意识是受损的。放心，撑得住。楚风露出自信的笑容。在雷霆树枝不断的攻势下，那莲花散发的光芒也开始减弱。在2个时辰之后，那光芒彻底消散。见状，楚风催动雷霆树枝收回，但实际上他的攻势并未停止。楚风开始催动大树，释放出那奇异的力量，那力量对着莲花似是有催眠作用。在那力量的覆盖下，那原本高大的莲花开始缩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莲花缩小，莲花内的蛊虫也开始缩小。楚风师弟，这又是在干嘛？温雪好奇地问道。虽然没了那层光芒体的保护，可这莲花依旧具有攻击性。但据我的观察，它的攻击性会随着体积的缩小而减弱。我这棵树内的力量与它有克制作用，慢慢催动，便能让它逐渐变小。所以，让它越小越好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师弟，你真的是太靠谱了，难怪紫菱那么好看，却那么喜欢你。这找男人就一定要找你这种呀。温雪夸赞道。先别夸，拿到以后再夸不迟。毕竟没有到手之前都是充满变数的。楚风说道。师弟在，莫意外。温雪则显得自信满满。不过这个过程确实漫长，足足3个时辰之后，那莲花的体积总算是缩小到了不足1米。莲花内的蛊虫更是小到不仔细看已是看不见的程度。至此，楚风也是停止释放树内的力量。显然，莲花已是可摘。楚风，你精心挑选的这条蛊虫，老夫便收下了。可就在此时，虚空之上竟传来了戒天染的声音。定睛望去，那片虚空一阵扭曲，旋即红色巨兽便出现在了天际之上。而在红色巨兽的身上坐着的，正是戒天染以及那位自称本尊的老妖物。戒天染。看到戒天染，楚风与温雪皆是脸色巨变。看这样子，戒天染似乎早就在这里了。可戒天染他们为何能够隐藏身形？莫非他们掌握了新的手段？不过眼下已是来不及思考这些，因为那只红色巨兽已是落下，就要将那莲花吞掉。戒天染，我干你老了！一声怒骂响彻，旋即一道耀眼的白光浮现，覆盖住了那朵莲花。是温雪。因为眼下温雪的身上同样散发着白光，虽然不如覆盖莲花的强大，但却是气息相同。师姐，你不是获取血脉力量失败了吗？楚风问道。别废话，帮我抢莲花。温雪道。他很急，因此话音落下之后，楚风那棵树上不仅被雷霆缠绕，也是出现了一层白光。至此，此树战力大涨。见状，楚风也不怠慢，立刻催动此树对戒天染以及红色巨兽发动攻势。只不过不知是何缘故，那红色巨兽的力量竟更降了。哪怕有温雪力量的加持，楚风竟只能勉强与那红色巨兽抗衡，根本无法将其击败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不仅楚风的一时力量开始减弱，温雪的表情更是变得痛苦。显然，她的血脉力量也是有着不小的负担。小丫头，如此在意这东西，看来她就是你来此的目的啊。那老夫今日就偏不如你所愿，就要将你想要之物夺走。戒天然很是记仇，之前温雪一直骂他，早就对温雪恨之入骨。如今总算找到报复温雪的机会，
自然不会放过。闻言，温雪不甘示弱，只见其捏动法诀，大树减弱的光芒不仅再现，且比之前更强。只不过温雪的一实体却也是摇摇欲坠，仿佛随时会散去。可温雪却目光坚定，已是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。师姐，算了，咱们不与他一般见识。毕竟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总不能因为这两个老东西把咱们两个搭在这吧。楚风对温雪说道。不行，敢抢老娘的东西，休想！温雪咬牙切齿，但一时体却越发不稳。师姐，这借天染就是一条疯狗，你何必与他置气？他咬了你一口，难道你还能咬他一口不成？楚风再度说道。不是你。而温雪此刻才反应过来，此刻楚风说话的语气分明是在模仿他说话的语气，就连这词也是他的词啊！察觉到楚风是在调侃他后，温雪并未动怒，反而是看向楚风，满眼祈求。楚风师弟，你就帮帮师姐吧，师姐真的非常需要他。师姐，你怎么如此倔强呢？楚风也不装了，直接露出了渐渐的笑容，彻底暴露了他就是在调侃温雪。温雪气得翻了个白眼，但白眼一闪而逝，立刻切换回祈求的模样，不仅小眼神楚楚可怜，哪怕双手捏着法诀，却还是对着楚风作揖。师弟，师姐求求你了，真的求求你了。温雪的态度可谓是诚意十足了。可还不待楚风说话，借天染身旁那位则先是冷笑着开口了。求他？你难道看不出你这师弟已是自身难保？话到此处，那老妖物看向借天染。借天染，戏耍到此为止，结束这一切吧。正有此意。借天染话落，轰！那红色巨兽的体积竟比先前大了1倍，随之而来的是其力量也大了1倍。结界之力，是结界之力的加持所致，虽然很弱，但却是与借天染有关。借天染的身上竟出现了精神力，虽然很微弱，但却也凭借着微弱的精神力凝聚出了结界之力。怎会如此？他一直有所隐藏吗？看到这一幕，温雪面露绝望，在这里他已经竭尽全力了。面对这种局面，纵使不甘，却也是没有办法。师姐，收起你那力量吧。就在此刻，楚风开口了。好。温雪点了点头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，但他还是停止释放血脉之力，准备就此放弃了。他清楚，拼也要分情况，能拼就拼，明知拼不过还要拼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嗡！可就在这一刻，楚风那棵大树光芒更盛，这让温雪大惊。他明明已经收回了血脉之力，定睛望去，他才发现是楚风。于是以情绪低迷的温雪再度面露狂喜，因为楚风的体内也散发出了精神力，并且比借天染要磅礴，至此导致楚风那棵大树的力量可以抗衡借天染以及那妖物2个人的联手。楚风师弟，你还藏着这一手？那我来助你。温雪说话间便想再度出手，可楚风却开口阻止。师姐，你歇着即可，我自己来收拾他们。话罢，楚风看向借天染。老杂毛，你以为就只有你获取了精神力？小爷获取的比你多。话罢，又有数道雷霆树枝延伸而出，以狂风暴雨之势向红色巨兽攻去。借天染，你这外孙果然不好对付啊！借天染身旁那位发出感叹。借天染不语，但脸色却无比阴沉。旋即，其意识竟也开始变弱，他也开始使用了搏命的打法。那就看看谁的意识更强。楚风继续加强力量催动，其意识已是薄弱到仿佛风大一点都能将其吹散。可此地受战局影响，明明狂风大作，但楚风的意识就是不会散去。就在此时，温雪的血脉之力重新覆盖了楚风掌控的那棵大树。师弟，加把劲，干翻他们！温雪对楚风说道。见温雪如此，楚风也不再相劝。2个小鬼，真当本尊不存在吗？然而，当温雪重新加入战局后，借天染身旁那位竟也开始了搏命的打法。虽说红色巨兽与绿色巨树在加持之下，比之最初形态
已经加强数倍，可如今的交手却依旧是胜负难分。嗡！然而未过多久，一道结界大门突然在楚风等人的不远处浮现。糟了！看到这道大门，温雪却是面露不安。果不其然，这道结界大门刚刚出现，远处的天地便传来轰鸣之音，这森林世界也开始崩塌了。搞什么鬼啊？不是要搞到蛊虫吗？都没有拿到，怎么这世界就开始崩塌了？温雪气得直跺脚，看来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时间到了就会崩塌。只是之前都在时间限制内拿到了想要的，所以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楚风说道：“可恶啊！”温雪急得不行，看来你是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。谢天染对温雪说道，语气尽显挑衅：“老东西，恶心老娘是吧？老娘奉陪。”温雪恶狠狠盯着谢天染。好啊！谢天染竟少见的露出笑容，只是那抹笑容却是如此的恶心。就这样，二者的攻势僵持，谁都无法击败对方的情况下，谁也都无法将那颗莲花拿走。然而这方世界的崩塌之势正在向他们的方向吞噬而来。尽管这方世界很大，可并未花费太久，那崩塌之势便已到近前。罢了，就让给你们。谢天然此话说完，竟真的停止攻势，驾驭红色巨兽转身离去。只是这个时候放弃，着实让温雪感到不解。但温雪还是看向了楚风师弟。楚风明白温雪的意图，于是点了点头去取。见楚风应允，温雪赶忙来到那莲花镜前，直接握住了莲花。然而刚刚握住莲花，温雪便眉头紧皱，小脸也变得些许扭曲。是莲花的攻势。如楚风所言，哪怕莲花已缩小至此，但依旧存在攻势。但好在这个攻势是温雪能够承受的，他强忍痛苦将那莲花拔了出来。他刚想对着楚风欢呼庆祝，却又小脸一僵，一股面积极小的传送之力浮现，竟是自莲花之内。那传送之力覆盖住了蛊虫，下一刻蛊虫便消失不见，出现在了谢天染的手中。仔细一看，站在结界门前的谢天染，其掌心也有相同的传送之力。阵法显然是谢天染在与楚风交手的途中暗中布置了这传送阵法。他之所以放弃，并不是打算便宜楚风，只是想脱身之后再利用传送阵法获取蛊虫而已。毕竟他真正的目的也是蛊虫。楚风，你还是太嫩了，不过无碍，还有时间，希望你能找到合心意的蛊虫。谢天然冷然一笑，便催动红色巨兽踏入了传送大门之中。这个混账东西真是欺人太甚，老娘定要灭了他七界圣府！温雪气得破口大骂，但旋即又看向楚风，脸上露出了愧疚之色。师弟，抱歉，都是因为我。他知道现在寻找新的蛊虫已经来不及了，但若不是因为帮他夺取莲花，凭楚风的手段绝对能找到心仪的蛊虫。但楚风却是笑了笑，相比于温雪，他倒是显得无所谓的样子。无碍，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说话间，楚风已将绿色巨树缩小到了掌心，来到了温雪近前。温雪看着自己手中的莲花，再看着一无所获的楚风，更为愧疚。师弟，还有时间，你帮我将他带出去，我去帮你找蛊虫。温雪将莲花递给楚风。见状，楚风顺势伸出手掌，但没有抓向莲花，反而抓住温雪的手腕。来不及了，何况你也不知道如何掌控蛊虫。话罢，便强行拉着温雪回到了岩石世界。眼见大局已定，温雪也不纠结这件事，而是对楚风道：“楚风师弟，你欠我的人情，算还了你一半。”才一半啊？楚风问。当然了，虽说你为了我牺牲不小，很可能会失去此地传承，确实够义气，这点没得说。但我那次对你可算是救命之恩，就算我感激，也要就事论事，对吧？温雪道。行吧。楚风觉得温雪所言倒也在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直接离开吗？还是说你真的有其他办法？再试试。温雪对楚风问道。毕竟他可是老妖物，他知道刚刚世界内的成果很关键。
正常来说，那里失败了，可以直接放弃了。也许还有机会，我也不确定，试试看吧。不过师姐，师弟在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可别藏着掖着了。楚风说道。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师姐我之前不是故意隐藏，而是我还没有得到想得之物，总要藏一手。现在想得到的已经得到了，师弟需要我的话，我绝对以命相搏，大不了一时破碎。温雪说话间，已是将手中的莲花放到了本体的乾坤袋内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一时破碎，回归本体，但他想要的已经拿到了。只是看温雪那小心翼翼的动作，楚风不由道这莲花的价值其实比看起来还要高得多。也没有啦，只是对我比较有用。温雪道。楚风笑而不语，虽然只是一实体，可他的观察不会有错。这莲花的价值超乎想象，但却也证明莲花内的蛊虫的厉害。师弟，带路吧。温雪已是做好最后一程征战的准备。走。楚风话罢，便带着温雪前往了其中一座岩洞入口。根据楚风观察，这是此地可踏入的最后一座岩洞，前面3座岩洞也都是在为这座岩洞铺垫，这里也将是决胜之地。穿过结界门，顿时微风袭来，放眼望去，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。哪怕一阵微风拂过，也可在这草原上掀起道道波浪。但这里不只是草，草中隐藏着无数虫卵，不是简单的虫卵，只不过有些压抑。压抑的不是草原，是天空。灰色的乌云覆盖了整片天空，虽然仍有些许光芒穿透乌云落下，使得这世界并没有化作黑夜，可依旧阴沉沉的。是蛊虫吗？还是危险之物？温雪看着那些虫卵，目光警戒起来，毕竟无法确定那卵中之物是好是坏。是蛊虫，只不过品质很低。楚风说道。与你那败类外公拿到的蛊虫比呢？温雪问。天地之别。楚风道。艾温雪叹了一口气，旋即才到找一找呢。既然这里有蛊虫，应该就有品质更好的，也许有能为你所用的。不用找了，我能感觉到，虽然这世界十分广阔，面积比之前的世界都要大得多，但这里的草是一样的，蛊虫估计也都是一样的。楚风说话间，将手中之树放下，但也许能够以数量取胜。话罢，此树化作万米高的参天大树，树枝延伸，将这方天地都覆盖起来。旋即，此树自身的奇异力量，以及从海中鱼群摄取的力量，如雾雨一般，同时倾洒而下，场面绝美。而得到这股力量灌溉后，那些草没有变化，但是草上的虫卵竟在吞噬那力量。师弟，这里的传承与蛊虫的关系很大吗？温雪问。此地传承与蛊术有关，培养的蛊越强，越有机会得到传承，甚至有可能这传承就在培养的蛊中，但必须是最好的蛊虫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活泼的温雪却抿着小嘴，脸上的愧疚再度涌现。如果说之前他还感受不到，可当这些蛊虫开始吞噬那力量，其自身力量也暴露。温雪能感觉到，楚风说的还是保守了。这些蛊虫与借天染拿走的蛊虫相比，何止天地之别，更是烂泥与金子的区别，根本就是两种东西。楚风师弟，我能帮到你什么吗？温雪问。暂时来说，我自己就行。楚风道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那些蛊虫的卵已经开始散发淡淡微光，且逐渐加强。在3个时辰之后，那虫卵散发的光芒已是很降，从普通的虫卵蜕变成了不凡之物。哇，也许有戏。温雪看着变化的虫卵，如同看到了希望。尽管眼前的蛊虫依旧无法与借天染的差很远，但至少已经不是烂泥了，勉强也能算得上是还带有杂质的白银了。若是继续这样变化下去，再凭借数量优势，也许真的能够与借天染得到的那条蛊虫媲美。嗡！可就在此时，距离此地基远处的天际竟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将整个世界都点亮了。光芒冲天起，仿佛将世界分割成了2个世界。很快，一条巨大的虫子
从光芒之中钻出，大到超乎想象。而那条虫子正是莲花内的蛊虫，只不过那并非实体，而是虚影。异象，师弟，我想收回刚刚的话了。你那败类外公虽然败类，但他好像培养出了不得了的东西。你这些蛊虫，面对那条蛊虫，真的有戏吗？温雪眉头紧锁，他几乎看不到楚风赢的希望。那可不一定。楚风淡淡一笑，捏动法诀，极为磅礴的力量开始那自巨树倾泻而下。这一次的力量与之前全然不同，那是带有生命气息的力量。在这股力量倾泻而出后，那棵巨树竟在快速的枯萎。只不过那些蛊虫吞噬着力量之后，竟破茧而出，化作七色蝴蝶，并且在飞出之后，体积还快速变大，每只都有3米。再加上数量极多，那七色蝴蝶密密麻麻，几乎充斥这方天地，简直是超级军队。哇，楚风师弟，你连我都骗啊！温雪目露金色，这七色蝴蝶破卵而出后，已是彻底蜕变，再加上这个数量，就算借天染的蛊虫能够引发异象，但楚风这些七色蝴蝶也绝对有一战之力。不是骗你，而是只有将树内的生命力量供给给他们后，他们才会真正的蜕变。楚风说道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去找你外公干一架。温雪很是激动，拥有着蝴蝶大军后，他已是跃跃欲试。而就在这时，遮蔽虚空的乌云竟全部散去。当乌云散去之后，可以看到这方世界的高空深处有着一座极其巨大的塔，那塔比山峰还要巨大，而那塔有阵法之力，因此哪怕距离很远，且楚风他们受到限制，却也能够看得清楚。那塔顶有着一物，正是钥匙碎片，看来确实是要干上一架了。话罢，楚风便与温雪各自乘着一只七色蝴蝶，率领蝴蝶大军快速地向那钥匙碎片所在的高塔飞掠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借天染这边也在向那座高塔飞掠而去，且因为位置更近一些的原因，借天染更是率先一步抵达了那座高塔。高塔之外，那条散发蛊虫的本体也是达到了1万米长，就连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虽然还是虫的模样，但变得更加细长，宛如一条巨龙。且蛊虫周身还缠绕着红色的气焰铠甲，看上去霸道非常。而那气焰铠甲散发着红色巨兽的气息，是蛊虫将红色巨兽的力量吸收了。借天染与那老妖物就盘坐在蛊虫的头顶处，只不过此刻借天染的脸色却很不好看，就连一实体也是非常的淡薄。看样子打造这蛊虫，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所以此刻的他双眼紧闭，周身有结界之力缠绕，是在用手段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借天染，本尊觉得这结界不对，莫非你那外孙还没有放弃？那老妖物看向借天染，他们来到高塔前，却无法真正的触碰到高塔，是因为有一层结界之力封锁着那高塔。闻言，借天染也是睁开眼眸，却也未能发现破解之法，这让他目露不安。以往经验告诉他，那老妖物所言多半就是正解。此地还有竞争者。很快，借天染与老妖物同时将目光投向一个方向，只见远处一大片七色之物正在快速的飞掠而来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也好，借天染话罢，便催动蛊虫直接向楚风冲击而去。楚风早有准备，手指一指，除了他与温雪身下的蝴蝶留在原地不动外，其他蝴蝶大军竟交织在一起，凝聚成了一把蝴蝶长枪，向那蛊虫刺了过去。蝴蝶数量庞大，虽然单只只有3米，可大军凝聚而成的长枪却比那蛊虫还要大得多。这一刻仿佛已经看到了对决的结果，但优势并不在蝴蝶大军，而在蛊虫。蛊虫的速度以及力量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正面交锋，这条蛊虫绝非是那蝴蝶大军能够正面抗衡的。然而楚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当二者真的快要碰撞之际，蝴蝶大军却又散开，呈包围之势，将那蛊虫包围了起来，且保持安全距离。但那蛊虫的速度太快了，哗啦啦，只见蛊虫的尾巴横扫而去，
还是将一排蝴蝶击成了粉碎，但也只是如此了。因为剩余的蝴蝶身体都有七色光芒浮现，且快速化作七色光柱，已是攻向了蛊虫。那七色光柱很是了得，哪怕蛊虫身上有红色巨兽化作的气焰铠甲，可却根本无法阻挡那七色光柱。在那七色光柱的攻势下，蛊虫的速度与力量顿时大减，根本无法再轰击到蝴蝶。打他打他，师弟，打那两个老杂毛！温雪见状大喜，想让楚风用那七色光柱直接攻击介天然与老杂毛。这种攻势只对那蛊虫有用，楚风却给出了他没有直接对介天然发动攻势的原因。介天然，看来你这蛊虫中看不中用啊，竟都不如你这外孙随便蛊到来的小蝴蝶。那老妖物也是开口讥讽起来，但他并不急，反而是四下观看，看能否找出那些蝴蝶的弱点。只是当他的目光移动到那高塔之时，顿时目光大变。介天然，不能拖了，你快看！老妖物指向了高塔。介天然顺势观望，才发现在那高塔的最上方竟出现了一炷香，而在那炷香的上方有着两个字正在快速的盘旋，似是在争斗一般，分别是抢字与重字。这两个字内都蕴含着阵法之力，在香的底部有着一座毁灭阵法。身为界灵师，他自然能够看出那根香代表着什么。他们需要在香尽之前分出胜负，否则毁灭阵法开启，他们都将失败。可偏偏那香燃烧的速度极快。助我！见此情形，介天然的意识体再度减弱，开始全力催动蛊虫。与此同时，那老妖物也是捏动法诀，那幽绿色的气焰再度浮现，融入蛊虫之中，并且那老妖物此刻散发的幽绿色气焰比之前更强。这种催动之下，蛊虫的力量也是再度得到增强。只是哪怕如此，却依旧无法达到蛊虫最初的力量。那蝴蝶轰出的七色光柱依旧限制着蛊虫。该死！介天然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地瞪向楚风。他已是施展全力，若是继续耗下去，那就只能鱼死网破。但他却已无计可施。可就在此刻，那蛊虫竟散发出耀眼光芒，旋即庞大的身躯开始缩小，最后竟化作了一个只有10米的虫茧。紧接着，虫茧散发出诡异的力量，扩散而去。那包围着他的蝴蝶大军在触碰到那力量之后，竟瞬间化作七色气焰，旋即被吸入了虫茧之中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原本遮天蔽日的蝴蝶大军就只剩下了楚风与温雪所乘坐的2只。而这一刻，那虫茧撕裂，紧接着一个高大3米、腰脸人形、拥有3对翅膀、周身缠绕七色光芒的妖物浮现。糟了！看到此物，温雪面如死灰，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，因为此妖物散发的气息无比强大，绝非先前的蛊虫与蝴蝶大军可比。显然是介天然那蛊虫进化了。哈哈哈哈！一阵大笑响起，是那老妖物。楚风，你可真是介天然的好外孙啊，不辞辛苦的来给你外公做嫁衣。要不是你搞来这些小蝴蝶，介天然的蛊虫可绝对不会蜕变至此。介天然也看着楚风，虽未说话，可在他那张老迈且阴险的脸上，却也少见的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而也就在此时，盘旋在空中的抢字化作一缕气焰，融入那香中，与香一同消散。同时，封锁高塔的结界之力也是散去，位于塔顶的钥匙碎片飞掠而出。只是下一刻，无论是介天然还是老妖物，脸上的笑容都是瞬间消失，因为那钥匙碎片没有飞向介天然，反而是落在了楚风的手中。确实有人做了嫁衣，但看来并不是我楚风。楚风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，露出挑衅的微笑。楚风，我宰了你！介天然说话间便催动蛊虫对楚风发动进攻。蛊虫2只大手舞动开来，只是身形一转，便分别抓住了介天然与那老妖物的脖颈。此刻，温雪目瞪口呆，介天然与老妖物彻底傻眼。自以为是的老东西，现在告诉我，这里重要的是重还是抢？楚风看向介天然身旁的老妖物，
那老妖物没有回答，但是那阴狠的目光能察觉到他对楚风的恨意。但多年的阅历使得他虽然已是怒火冲天，但却并没有发出暴怒的咆哮，而是发出一阵狰狞的冷笑。呵呵呵呵，介天染啊，介天染，想不到你忙了一场，到头来还是被你这个外孙戏耍了。你那外孙在蛊虫里动了手脚，你竟然都没有发现，枉本尊还传你太古蛊术。介天染却道蛊虫不会有问题，所以不是蛊虫，是滋养蛊虫的力量。话到此处，介天染看向楚风，你先前是故意让我用红色巨兽吞噬你那巨树内的力量，实际上那力量之中你暗藏了蛊术，你比那个老妖物聪明些。楚风道：楚风师弟，原来你是故意的吗？那你演技好逼真啊。温雪美眸睁大，显得很是意外。也是师姐助攻打得好。楚风笑道：啊，那是自然，这就是默契。温雪嘴上这样说，却尴尬地挠了挠头，因为他当时可不知道楚风是在演戏，还以为楚风真的生气，是真的想以命相搏，所以他当时是真心劝楚风，但不成想自己真情实意的劝阻，反而让楚风的戏变得更真。就连你先前发动驾驭那些蛊虫大军，对老夫的蛊虫发动攻势也是有意为之，是你让老夫的蛊虫蜕变，而你的意识体始终不散，也并非是运气好，而是你掌握着保命的手段。老夫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介天染问。楚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意念一动，磅礴的精神力释放而出，虽不及本体，但却远胜之前所展示出的精神力。精神力是选择血脉的时候，介天染问。正解，若是选择结界血脉，固然有帮助，且能获取些许精神力，但若是选择修武血脉，则可获取更多精神力。楚风道：原来还隐藏着这种事情，竟是老夫疏忽。但你的蛊术也与此地有关吧？若非此地庇护，你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将蛊术融入力量之中，从而抢夺老夫对蛊虫的掌控权。介天染又道。闻言，楚风却心中不免升起一丝惊叹。不管这介天染为人多差，可他的思路确实无比清晰，竟真的全被他猜对了。楚风的蛊术的确是从此地获取，是在岩石世界之内。之前观察，楚风之所以消耗那么久的时间，就是因为楚风不仅发现了将意识从本体脱离的方法，他还发现了蛊术。那蛊术极其精妙，并且是秦九所创，名为蛊术百法。这百法之中，虽更多的是如何破解蛊术，但却也有少量制蛊、重蛊之法。当时楚风便猜测，这蛊术百法就是此地真正的传承，若是能够发现，便有机会获取；若是发现不了，就算后续全部要求达成，也只能获取钥匙碎片，而没有其他收获。这便是为何楚风明明先一步到达这里，先一步开始观察，却硬生生等到介天染来到，且介天染率先领悟一时之法，率先进入岩洞的原因，并非楚风领悟将一时脱离本体太慢，而是楚风花费了大量时间来领悟这蛊术百法。看来被老夫猜对了。眼见楚风没有回答，介天染冷笑一声：猜对又如何？谁赢了？温雪道。介天染没有理会温雪，而是继续看着楚风。楚风，今日确实是你技高一筹，但也是在祖武界宗的庇护之下，你才有赢老夫的机会。待到离开了这里，你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介天染道。可他此话刚出，脸色便是一僵。只见高塔崩塌碎裂，化作结界之力，又凝聚成了一道结界门。当这结界门出现的一刻，这方世界也是开始自远处崩塌。显然一切已经结束了。楚风与温雪可以直接踏入结界门离开，但他们现在则是无法做到这一点，毕竟已经被他亲手炼制的蛊虫控制住了。败类老杂毛，还敢吓唬人？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，看你这次怎么办。温雪语气挑衅，那叫一个幸灾乐祸。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但有一件事我倒是知道，那就是我迟早会超越你，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远。楚风道。哈哈哈哈哈！
谢天然仰天大笑起来，笑了好久，才望向楚风。尽管他被蛊虫捏住了脖颈，此时姿态并不优雅，可那双眼中的目光却是威慑十足。你就知道老夫现在的实力吗？谢天然问。什么实力都一样，你都会被我踩在脚下，并且这个时间不会太晚。楚风露出笑意，面对谢天然那王者般的威胁，他信心满满，极其从容。很好，希望下次再见，老夫还能看得到你这样的笑容。话罢，谢天然的意识碎裂开来，紧随其后，老妖物的意识体也开始碎裂，是以这种手段离开了此地。哟，还真不能小瞧这两个败类老杂毛，还有这种手段。温雪叹道。可楚风却脸色变化，抓住温雪，快速向结界门飞掠而去。师弟，急什么？还有好处？温雪不解。谢天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会封锁我们离开的去路。楚风此话一出，温雪才恍然大悟。那蛊虫呢？带不走吗？温雪见楚风并没有带走蛊虫的打算，不由问道。毕竟那蛊虫看起来如此强大，若不能带走，着实可惜。只是考验用的，带不走，就算带出去了，离开此地阵法，他也不会有现在的力量。楚风说话的功夫，已是拉着温雪穿过结界门。楚风与温雪的意识体也是终于回到了本体，但同时进入楚风体内的还有钥匙碎片，而在楚风与温雪本体面前，已是出现了一道结界门。